如何长期投资的5个方法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我们好像一直在找答案，找市场的最高点，猜下一次会不会崩盘，每天在涨跌之间，想找到那一把致富密码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真正让人累积财富的，不是预测，而是时间。今天这支影片不谈怎么打败市场，我只想跟你聊一件事：普通人如何用长期投资真的走到最后。长期投资听起来很无聊，不刺激，不帅气，也不会一夕翻身，但它有一个优点，是其他策略很难做到的，它让你不容易失败。今天我会用最白话的方式跟你分享长期投资最重要的5个方法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时间有限，不能犯大错，这支影片可能会对你很重要。给普通上班族一条撑得住、走得久的财富之路，不是赚最快，而是走得最久，最不容易失败。我们总是很焦急，想抓住那一次翻身的机会，但多数人的投资失败，不是因为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太急、太累、太容易中途下车。真正能累积财富的力量，往往不在预测里，而在一个被低估的元素中——时间。长期投资不是一种技巧，而是一整套让普通人不容易出局的方法。以下是长期投资最关键的5个方法。方法1：长期持续买进。第一个方法，也是所有长期投资的地基。长期持续买进，让时间替你工作。长期持续买进，不要预测，不要等低点，不要中断，你只做一件事，在固定时间投入固定金额，持续买进。这看起来很普通，却极其强大，反而有效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刚好避开了人性最容易犯的错：涨了不敢买，跌了更不敢买，永远在等更好的时机。市场真正的大涨，往往发生在你不在场的时候。它用平均成本法平滑市场波动，它确保你一直在场，不错过市场最关键的上涨。复利真正发生的前提，从来不是选对时机，而是你还在市场里。时间比择时重要的多。专家建议投资人采取长期持有 buy hold 策略。数据显示，若错过股市涨幅最强的关键10天，投资报酬率恐大幅缩减近70%。散户应避免频繁进出市场，以免因错失爆发性行情而损害长期收益。方法2：建立投资系统。第二个方法是很多人忽略的关键，把投资当成系统，而不是一次判断。短期投资靠判断，长期投资靠系统。正确的投资方法应该用系统，不用判断。请把投资当成系统，而不是一次判断。短期投资问的是现在该不该买，长期投资论的是我的系统今天有没有继续跑。一个好的长期投资系统通常具备3个特征： 1. 定期自动扣款，固定流程，减少情绪介入，一切都是自动化。 2. 不天天盯盘，不因新闻、情绪、心情改变策略，这样子就降低自己干预系统的机会。 3. 就算你心情不好，工作很忙，系统也能够自己继续跑下去，所以可以长期持续执行。系统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不是让你赚最多，而是在你状态很差的时候，也不会做出致命决定。因此，再强调一次，建议您请用系统，不用判断。行为金融学提醒我们一个残酷但重要的事实：投资人做决定时，往往不是理性计算，而是在情绪与直觉中行动。我们会高估自己的判断，过度自信，会跟入市场情绪跑，从众行为会被买进价格绑架锚点效应，不愿承认错误而越陷越深，沉默成本谬误，只看支持自己观点的资讯，确认偏误，把随机结果当成规律，赌徒谬误，过度放大近期发生的事件近因效应，赚钱归功自己，亏钱怪市场，自我归因偏误。这些偏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，而是人类大脑的预设模式。一旦放任他们主导决策，投资绩效往往不是输给市场，而是输给自己。因此，成熟的投资策略
从来不是修正情绪，而是设计一套不需要情绪参与的制度。一、定期定额与长期投资。透过固定时间、固定金额的投入，把什么时候进场这个最容易引发焦虑与后悔的问题直接拿掉。你不需要判断高低点，只需要确保自己持续在场。这不是放弃判断，而是承认人类不擅长在波动中做正确选择。二、资产配置与再平衡。市场上涨时，人性会不自觉地加码赢家；市场下跌时，又本能地逃离输家。再平衡正好反其道而行，它用比例取代感觉，在不预测未来的前提下，主动把风险拉回可控范围，避免单一资产暴涨后，整个人生资产被压在同一个方向。三、建立投资日志与行为纪律。写下每一次买卖的理由、假设与条件，其实不是为了回测报酬，而是让未来的自己看见过去的自己是怎么被情绪牵着走。预先设定目标价与停损点，不是限制自由，而是在理性清醒时，替未来情绪化的自己设下护栏。四、善用工具，让制度自动执行。自动化下单、定期扣款、预设规则，都是把要不要做变成一定会做的关键。真正厉害的投资人，不是情绪最稳的人，而是最少需要靠情绪撑住的人。总之，行为金融学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犯错，而是诚实的承认人一定会犯错。所以，与其期待自己每次都理性，不如建立一套制度，在你不理性的时候，依然能替你做出接近正确的选择。投资的进化不是变得更聪明，而是让人性慢慢退出决策核心。方法三，不预测，但要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。第三个方法，很多人会误会，长期投资不等于什么都不管。你放弃的是猜高点、猜低点，等完美进场，预测短期涨跌。但你不能放弃的是三件事：资产配置、风险比例、定期再平衡。长期投资真正该做的是这三件事：资产配置、股票、债券、现金的比例。风险承受度，你能不能睡得住？定期再平衡，维持风险，不让比例失控。再平衡是什么？是一种非常冷静的纪律。白话讲就是涨多的卖一点，跌多的补一点，把风险拉回你原本能承受的范围。你不用猜市场方向，只要确保这个风险你撑得住。其实真正长期赢在市场的人，更像一位农夫，而不是猎人。他们不追逐爆发式的机会，也不会想一次翻倍，而是专注在规律、纪律与耐心的维护。一、农夫会规律播种，就像定期定额 DC， 农夫不会因为天气预报多远就停止播种，也不会等到完美时刻才下田，投资亦然。定期定额以固定周期、固定金额投入市场，可以把择时能力从决策中拿掉。这不是因为市场不可知，而是因为人类不擅长在情绪中做正确判断。平均成本法的真正价值在于平滑波动，降低心理压力，让投资能够持续发生。二、农夫会按时除草与修剪，这就像再平衡 rebalance。农作物不是种下去就放着不管，长得太快了要修剪，枯萎了要补种。投资组合也是如此。再平衡的本质不是为了追求更高报酬，而是把风险拉回可控范围。它是一个机械式、反直觉的动作，涨多的卖一点，跌深的补一些，不需要判断未来，只需要遵守比例。三、农夫们都会视人为本，配置你的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。聪明的农夫会先看土地，再决定种什么。投资人也该先理解自己，你的职业稳定度、收入波动性，其实就是你隐形的资产。如果你的工作收入像债券一样稳定，例如公务员、固定薪资组，那你的投资组合就有空间承担较高的股票风险。投资不是只有账面资产，而是整体人生资产的配置问题。总之，不预测不是消极，而是承认人类认知的极限。像农夫一样投资，则是用制度、流程与工具，把投资从每天猜几率的焦虑，
转变成一项持续养资产的长期工程。市场会有四季，但纪律才是真正的收成来源。方法4，扩大本金投资自己。第4个方法会颠覆很多人的直觉，本金比报酬率重要，应该专注于扩大本金，而不是迷信报酬率。这是很多人最晚才看懂的一件事。对于多数上班族来说，本金比报酬率重要的多。上班族早期资产成长，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多聪明，也不是报酬率，而是你每年能投入多少。与其花时间研究怎么多2%报酬，不如把力气放在提升工作能力，增加收入，稳定提高每月可投资金额。记住一句话，投资只是放大器，你自己才是引擎。技能培训、职业规划、薪资转投资计划，当本金变大，复利才会开始有感。这是一种创业思维，不是压一把翻身，而是持续扩张资产。2025年真正决定职业与薪资天花板的，不只是努力，而是技能结构。根据 LinkedIn 最新发布的职业趋势报告，2025年有关职业发展与薪资成长的高价值技能已经出现明确轮廓。这15项技能不再只是单点能力，而是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最迫切需要的核心能力组合。2025年关键高薪技能清单 ：AI 素养 （AI Literacy）、冲突调解 （Conflict Mitigation）、适应力 （Adaptability）、流程最佳化 （Process Optimization）、创新思考 （Innovative Thinking）、公开演说 （Public Speaking）、解决导向销售 （Solution-Based Selling）、客户互动与支持 （Customer Engagement, Support）、利害关系人管理 （Stakeholder Management）、大型语言模型开发与应用 （LLM Development, Application）、预算与资源管理 （Budget, Resource Management）、进入市场策略 （GTM Strategy）、法规遵循 （Regulatory Compliance）、成长策略 （Growth Strategy）、风险评估 （Risk Assessment）。在这份清单中， AI 素养被一致视为最关键的底层能力。原因不只是会用工具，而是它正在重塑整个职场的价值逻辑。为什么 AI 素养成为所有高薪技能的底座？一，它直接拉开薪资差距。根据微软工作趋势指数，具备生成式 AI 技能的员工，薪资潜力平均可高出47%。这个优势不只存在于资深专家，即使是工作年资不长的人，只要懂得与 AI 协作，也能快速放大个人生产力。二，它已成为企业招募的第一顺位。越来越多企业明确指出，能善用 AI 的人优先度高于所有其他条件。雇主期待的不是写模型的人，而是能用 ChatGPT、Claude、Perplexity 等工具用更低成本创造更高价值的人。三，它是产业转型下的生存能力。AI 不只影响科技业，而是正在重塑每一个产业、每一个职位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会与 AI 合作的人正在取代只会单打独斗的人。差别不在努力，而在是否站在正确的杠杆上。四，它放大而非取代人类的核心价值。AI 擅长流程，但不擅长负责。决策、判断、领导与策略仍然需要人来主导。具备 AI 素养的人能把时间从琐碎执行中解放出来，专注在高判断密度、高影响力的工作上。这正是高薪与远端领导职位的核心价值来源。五，它是企业能否稳定成长的关键推手。在 AI 驱动的创新浪潮中，企业不只需要跑得快，更需要跑得久。具备 AI 素养的人能协助企业进行流程最佳化，提升风险评估能力，确保法规遵循与治理品质，让创新不是赌博，而是可持续的成长引擎。所以2025年的职场竞争已经不是谁最努力，而是谁最懂得放大自己的判断力与影响力。AI 素养不是一项技能，而是一个让其他技能全面升级的作业系统。在未来，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会不会被 AI 取代，而是你会不会用 AI 取代过去的自己。方法五，升级投资目的。第五个方法最重要，也最容易被忽略。很多人说投资的目的就是有钱，但这句话
其实很危险，因为一旦钱变成终点，你就会想更快，贪更多，承担更多不必要的风险，因为它会让你想更快，忍不住比较，对波动过度敏感。成熟的长期投资者追求的不是金额，而是人生的选择权，把投资目的从有钱改成选择权。问自己，这样投资能不能少一点对薪水的恐惧与依赖？能不能多一点时间与自由？能不能在未来从容地说出一句不？当目的一换，操作自然会慢下来，焦虑自然会降下来，风险自然会降下来。为什么把钱当成终点是一件危险的事？因为钱其实是心理偏误的催化剂。问题不在于追求财富，而在于把金额本身当成投资的最终目的。当投资人过度盯着账面数字与短期获利时，大脑会自动进入加速模式，而这正是多数心理偏误最容易被引爆的状态。它会激发过度自信。当目标只剩下更快赚到更多钱，投资人很容易高估自己的判断力，开始频繁进出市场。每一次成功都被解读为能力，每一次失败则被归咎于运气或外在因素。结果不是靠能力累积报酬，而是在手续费与错误决策中一点一点侵蚀长期绩效。它会放大对波动的恐惧。如果投资的终点只是钱，那么价格下跌就不再只是配置的波动，而会被直觉解读为资产正在消失。这会强烈触发损失厌恶，让人宁愿在市场低点逃离不确定性，也不愿承受账面亏损带来的心理不适。于是本该是长期投资的过程变成一连串的恐慌反应。它会把投资推向赌博思维。当贪婪主导决策，人就会开始试图预测随机事件，跌这么多了，应该要反弹了吧，再涨一点就到顶了吧。这正是赌徒谬误的典型表现，把没有记忆的市场波动当成有规律可抓的讯号，结果不是抓到转折，而是承担了超出承受范围的风险。因此以钱为终点会让投资变成一场情绪加速赛，而真正成熟的投资从来不是问我能赚多少，而是问我正在建立什么样的资产系统。当焦点从金额转向流程、配置与纪律，心理偏误才会慢慢失去舞台。钱是结果，不是方向。一旦方向错了，跑得越快，往往离目标越远。意思不是把投资目的改成正确，而是把它升级成系统。钱不该是投资的目标，而是系统正常运作后的结果。真正的投资目的是建立一套在我犯错时仍能保护我的制度。我追求的不是赚钱，而是让资产在纪律中自我成长。把钱当终点的人像是在追收成，把系统当目的的人是在养土地。前者每年焦虑天气，后者只专注把田顾好。长期来看，差距不是一点点。我讲一个真实世界很常见的故事，一个普通上班族的长期投资结局。阿明是个普通上班族，没有内线，没有神操作。阿明不是股神，他没有天天盯盘，也没有抓过大行情，他只是每个月固定扣款，市场涨他买，市场跌他也买。他建立自动化投资系统，也努力提升收入，慢慢加大本金。有一年市场大跌，身边的人都停扣卖出观望，阿明也怕，但他没有做任何英勇的决定，他只是没有破坏原本的系统。后来市场回来了，那些在低点被动买到的部位成了他账户里最漂亮的一段。他没有报复，但他有3样东西：一个不用天天操心的投资系统，一个随时间成长的资产，一种对未来没那么焦虑的心态。他终于明白，投资不是用来证明你很聪明，而是用来让你的人生不要那么辛苦。最后帮你快速整理一次长期投资的5个方法。1. 持续买进，让时间发挥复利。2. 用系统取代判断。3. 不预测市场，但严格管理风险。4. 把重心放在扩大本金。5. 以人生选择权为目标，而非金额。这不是让你赚最快的方法，
而是最不容易失败、最有机会走到最后的方法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你可以按个赞、订阅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那个其实很努力，但常常很焦虑的朋友。如果你觉得影片节奏太快，可以到我部落格看整理好的步骤分解，那边更适合收藏和复习，链接放在说明文字里。网站上还有其他乾货，别忘了去看看哦。下支影片见。